一代国公为了改朝换代，竟以谋逆之罪亲手将儿子送入了死牢，而权倾朝野的宰相却给了他一个活命的机会，那就是干掉他骨肉血亲的二叔，当做投名状。身为魏国公世子，本可逍遥一世，可你却暗通前燕废帝，谋逆造反。最可笑的是，竟然还是你父亲亲自举报的你。他不过是想下调我的世子身份罢了。宰相大人，您也清楚我是被污蔑的吧？我想用虾家的兵权换在下性命，还有魏国公的位置。哦，他们可是你的骨肉血亲啊！你很得下这个心。骨肉血亲才更能卖一个好价钱，不是吗？你倒是够狠，不过你凭什么如此笃定我会答应你？就凭我娘离世前说过，她与你世旧相识，若有一天在魏国公府待不下去，就拜入您的门下。说说吧，你对本相有什么用？您如今独揽朝纲不假，但废掉旧帝，重建新朝，那些百官和世家门阀心底里真的甘愿吗？我可以做您的刀，一把彻彻底底铲除这些桎梏的刀。可以把你二叔办了，当做你的投名状。我这二叔这些年做的阿杂事可真不少，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当然明白，只是臣下势单力孤。哼，明镜司的朱雀位还缺个长进士，你去任命吧。多谢宰相大人，不知是否需要我那二叔的活口？不理掉他，本相只要结果。嘿嘿，前世身为多名大佬的顶级幕僚，虾仁主攻的就是阴谋诡计。而虾仁刚离开天牢，就见到了娘亲留下的护卫，还有从小陪着自己长大的小侍女。被父亲和继母赶出家门后，也只有他们两人一直追随着虾仁。少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和司虎还在想办法救你呢。宰相亲自放我出来的啊！宰相，那位改朝换代的权臣狠人。是的，并且少爷我还有个新身份，朱雀长进士，可随意支配明镜司的朱雀位。少爷，怎么感觉你从牢里出来后，好像变了一个人？嘿嘿。司虎，以后跟着我会很危险，若是害怕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带下的这条命早就给了夫人，我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老爷，今儿这么高兴，是什么日子呀？天牢那边传来消息，虾仁那蠢小子认下了所有的罪状，而且我虾家检举有功，还不受牵连。那如此一来，你为废帝奔走、拉拢旧臣的事情，宰相就无处可查了。是啊，他一个不受宠的世子，当替罪羊，想必宰相大人也不会再追究我虾家了。兴致不错嘛。谁在哪？我亲爱的二叔，莫非连小侄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不应该在天牢吗？大人，府上的人已尽数清理干净。我府上的护卫连惨叫都没有就被拿下了，吓人！他们到底是谁？我的好二叔，你就算再草包，也不至于眼瞎吧？明镜司的衣服都认不出了。难道你现在？没错，正是你想的那样，小侄暂领朱雀为长进士。阿夏，你听二叔解释，害你的人是你爹，还有你的2个弟弟，都是他们栽赃陷害你呀。是啊，虾仁，这些事与你二叔无关。将他们带回明镜司。虾仁，你什么证据都没有，以什么理由抓我？我明镜司办事需要什么理由？绑起来带走。老宋，这是虾开元那一脉的家谱，照着上面将我二叔的子嗣全部处理掉。大人，你是认真的？你看我像是在说笑吗？可惜不能用族谱，好想来个9族消消乐啊！大人，那虾开元怎么处理？做成畏罪自杀的模样，再模仿他的字迹写一封认罪书，记得将我那2个好弟弟一起加进去。记住，二叔可是我的骨肉血亲，你们动手的时候利索一点。大人，府上超出白银53万两，珍宝地器无数。不错，我这二叔还真会敛财。拿着。大人，这是何意？公然贪污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不拿我怎么拿？我不拿宰相怎么拿？宰相不拿你我怎么进步？大人所言极是。20万两与各种珍宝地器孝敬宰相，再拿3万两给朱雀位的兄弟们分了，毕竟都折腾了一夜。告诉大家，无论现在还是以后，但凡有好处，我虾仁绝不会一人独享。愿为大人效死。翌日，魏国公府还没睡醒的虾慈就便感觉到脖子上有一股凉意。怎么感觉有人用刀抵着我的脖子？慈就醒了呀！你是谁？潜入本公子房间，你想做什么？好弟弟，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大哥，你不是应该在哪儿？在天牢等着枭首。
大哥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刀放下。你越狱的师爹一定会想办法替你遮掩的，待弟弟更衣，与你一同拜见父亲。不用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虾通渊了。辞旧快起来，随我一同拜见朱雀长进石大人。爹，早上好啊。虾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我活着回来，你是不是很失望啊？逆子不要胡闹，赶紧把刀放下，随为父拜见朱雀长进石大人。真不巧，就是我派人传唤您来的。大人，你就是新任的朱雀长进使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惊喜？你放心，本大人只捉拿废帝谋逆案侵犯，不会伤及无辜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辞旧何时参与了谋逆？冤枉，我冤枉了。哎，我也是相信弟弟的，可谁让二叔畏罪自杀前留下的认罪书里供出了辞旧呢？老儿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父亲大人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儿子呢？你觉得我做了什么？混账东西，把刀放下！放下刀也可以，5万两买你儿子的命。不可能。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家辞旧暗通前燕，废帝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却拒不认罪。来人啊，把家伙事拿过来！逆子，你就要对你弟弟用刑！你这丧心病狂的孽障！魏国公大人，嘴巴放干净点！大哥不要，我是你亲弟弟啊！话音未落，特制银针便扎进了虾辞旧的指甲盖里。魏国公，区5万两对你虾家不过是9牛1毛吧？你真救人心，看着捧在手心的宝贝儿子受这个罪。逆子，他可是你亲弟弟，血浓于水啊！呦，魏国公还知道什么叫血浓于水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旁人将我检举进了天牢呢。你都知道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爹，快救我，让我大哥停手吧！够了，我给你5万两。早这么爽快不就行了，省得我的好弟弟受这么多的罪。你是故意回来折磨辞旧，羞辱我虾家的？对啊，魏国公真聪明。我虽不知道你是使了什么手段骗到了明镜司长进使的位置，但今天的事绝不算完，你也别想拿回世子之位。威胁我，我好怕哦。可惜现在罩着我的是宰相。果然是他，都怪那该死的贱女人。放心吧，咱们之前的恩怨当然不会完。少爷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还有宰相做靠山，你为什么就如此轻易放过了他们？2个原因。首先，宰相并未交代我现在能动虾家，而我更没有完全的把握拿下虾家并全身而退。其次就是如今背靠宰相，我可以慢慢玩死他们，将这些年遭的罪一笔笔清算回来。少爷英明。拜见大人。好小子，一晚上就缴纳了投名状，做得真不错。全赖宰相栽培与重用，小子才能做些微不足道之事。你这小子还真挺会说话的，有能力有魄力，倒真是一把好刀。那臣下的投名状可是能通过了？还不够，一次的成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，还需要臣下去做些什么？请宰相示意。3日内处理掉他。此人是前燕忠臣，废帝谋逆之时，2人曾暗中约定起兵，只是废帝输得太快，他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。达西爵12大将军之一，能征善战，握有实际兵权，怕是比虾开元那空壳子要难对付太多了。我是不难，本相就不会交给你了。你考虑清楚，一旦出现纰漏，你的下场不会比之前好到哪去。有何不敢？赢了就有锦绣前程，输了不过1条命而已。不错，有魄力，但那达西爵可是大司寇的老部下。臣知晓。所谓的大司寇，即是八柱国之一的赵虔，负责司法治安，与同为八柱国的大司徒独孤昭交好，为宰相在朝中的2大阻力。不怕大司寇的报复？臣下是替宰相办事，宰相自会庇护臣下。你倒是看得明白，尽管放开手脚去做，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，本相只要结果，定不负宰相厚望。宰相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20万两，这心意还真不小呢。打算贿赂本相？怎么能叫贿赂呢？臣下觉得银子在您的手中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。哼，给你1刻钟的时间说服我，否则按贪污行贿罪论处。宰相总领国政，安抚民生，修桥铺路，施粥赈灾，锻造军备，这一桩一件哪样不需要银子？而独孤老柱国大司徒又与您政见不合，必是处处掣肘。所以呢，这与你贿赂银票又有何关系？您手里若是有足够的银子，就可以绕过地方官府的审批流程，放开拳脚大展抱负。虾仁啊虾仁，你这眼光还真是犀利呀！本相收下了。多谢宰相抬举，能略尽绵薄之力是臣下的荣幸。这是本相在皇城边上给你安置的院子，尽快搬过去吧。这臣下何德何能？替本相办差，又怎能亏待了你？住在城外来回跑也是更耽搁时辰。那多谢宰相，臣下告退。宰相您真的很看重他。
他的孩子自是要重视些的。但处理废帝余党之事，交予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，也太过于难为他了吧？无碍，庭院养不出千里马，花盆栽不出万年松。亲临天牢死狱，看似考验的培养，还有皇城边的房子。司虎，你可知我娘与宰相之间的过往？不太清楚。罢了，还是先处理那废帝余党吧。我那老爹和二叔就是袭爵了魏国公之位，典型的温室里花朵，拳头稍微硬点就能解决。达西爵可是真刀真枪从战场上杀出来的，若是直接带着明镜司的人上门，怕是能立时逼反达西爵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小畜生，你那个早死的娘是怎么生出你这白眼狼的？骨肉相残，同室操戈，甚至敢对亲叔叔下手，真是个冷血无情的畜生！还投靠宇文护那权臣毒夫，我夏家堂堂8柱国世家之一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个甘为走狗的孽障？哼，一口一个孽障，一口一个畜生，还真是一个满嘴喷粪的东西。虾仁，这可是你的亲姑母，你怎么对长辈说话的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大呼小叫？儿子，虾仁小畜生，你哪来的胆子对我的儿子动手的？谁说我只打他了？你竟敢打我！其实我不打女人，那你还……但是我打贱人。我原本还想先礼后兵的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对我的母亲出言不逊，殴打姑母，残害亲族，你怎敢狂悖到这个地步？我都成权臣走狗了，难道还不能嚣张点？别打了，好大闸，姑母受不住了。虾仁，你好歹毒的心肠与手段啊！放心，我这个人向来一碗水端平，从不厚此薄彼。记得将你们的主子带回去，别冻死在这里。少了，如此一来，他们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无碍，我这亲爱的姑母一家也就会在这2日上路了。大哥，几位兄弟想必已经猜到了，我连夜请你等来，所谓何事吧？宇文护那厮手下的鹰犬已经查出了夏开元，接下来恐怕就会顺藤摸瓜查到咱们身上。夏开元全家上下被杀得一个不剩，他的下场就是我们前车之鉴。没错，吾等疆场厮杀这么多年，刀尖上舔血，才活到了今日，绝不能坐以待毙，任人宰割。我召你等前来，也正因如此。而且我达西家是受大燕皇恩，怎能坐视宇文氏篡权夺位？大哥，你说吧，要如何做啊？你们手中还有多少亲兵？合起来近2000余。哼，那就够了。我领1000兵，趁夜直袭天官府。阿峰，你领1000兵，直去皇宫挟持宇文氏为帝。阿兰，你去楚国公府求见赵老柱国，请他老人家站出来主持大局。这种事，老柱国应是不愿参与的吧？那若是光子大宴后由老柱国辅政呢？他早对宇文护不满久矣。大哥高见，说干就干，出征。有一说一，你们这造反太过于仓促，更太过于草率了。不拿武库，不掌控禁军，还妄想成功。什么人在说话？正是在下，久闻不如一见。达西大将军果然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武夫。你是魏国公府的世子虾仁，就是他杀了夏开元全家，将他拿下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会全身发软啊？因为在下会仙法呀，谁想杀我，谁就倒。放你娘的屁！给老子砍死你这黄口小儿！你居然用下毒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！大将军真有见识，明镜司的迷药无色无味，难以察觉，只要不动怒不动武就毫无作用。可惜你们太着急了，也多谢你帮我把人聚得这么齐，倒是省得我待会多跑了。大人，府上已全部控制完毕。夏老柱国是何等的盖世英雄，怎会有你这阴险狡诈的孙子？能兵不血刃的拿下你们这群叛逆，就是最好的方式。脑子活泛一点，别太迂腐了。小兔崽子，下毒算什么本事？有种给我们解药，真刀真枪打一场，正面打赢了，才能让人信服。不然你有何颜面去见陈老柱国？激将法可惜对我没用。死走狗，别废话了，拿着本将军的脑袋去换你的锦绣前程吧。达西爵去死吧！你竟然隐藏了这么多年！澹台明月，你为何要杀大哥？我为何杀他？莫非将军你不亲属？他知道，但我不知道呀。要不同我讲讲。无可奉告。小娘们，你可知你杀的是谁？在朝廷未曾宣判前，他依旧是朝廷命官，你犯的是死罪。无所谓，现在小女子大仇得报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还是个小辣椒，来人，将他押下去，等我亲自审问。
达西爵负隅顽抗，拒不抗法，为我所杀。老宋将这族谱上的男丁高于车轮的全部勒死。那就是6岁以上的全部。不，我指的是平放的车轮。大人，刚出生的孩子也要，这未免有些太过于残忍。老宋，你就不怕他们日后长大来找垂垂老矣的你复仇吗？遵命。那这府上的女眷呢？咱们朱雀卫的弟兄们很多还未娶妻吧？大人圣明。虾仁兄弟，你这才刚接任朱雀长进时几日呀，就取得这般耀眼的成果啊！他怎么来了？回大人，下官抄完达西府后，里长敬审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，带着玄武卫的人赶到，自告奋勇，非要帮着抄剩下的3家。感情是想来分一杯羹的，不知里长敬只来我这有何贵干？朱雀卫前些日分了虾开元家产之事，我都听说了。这一回兄弟我也想见者有份。自从知道朱雀卫被宰相任命了一个新长进士后，李坦就一直盯着这边，直到今夜朱雀卫倾巢而出，李坦才找到上船的机会。我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李兄可是要捅到督主和宰相那儿去。这叫什么话？老李也是个讲究人，怎么可能做出卖兄弟之事？更何况我还想与兄弟你谈一笔长久的合作。哦，什么合作？我玄武卫可以听从你的一切指挥，人多总不是坏事嘛，并且事后分多少全听兄弟安排，绝无二话。成交。老宋，今夜抄家的战果如何？回大人，达西府上超出金1万两，银85万两；秦府超出银30万两，楚府超出银42万两，丁府超出银20万两。宋飞足足念了一炷香才看念完停下。家弟真他娘的殷实呢！宰相那送4成，督主那儿送2成，我拿1成，朱雀卫分1成半，剩下的1成半归玄武卫。李兄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可是有何不满意之处？没有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不，你是我亲大哥。既然没有异议，那这个分配就作为以后的常例。对了，大哥，小弟还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该怎么开口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我玄武卫也还有不少弟兄没有娶妻，你看能否？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让你的人自己去挑，剩下的送去教坊司。谢谢大哥。老宋，你明日去找几个擅长模仿笔记的秀才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玄武卫就养，随时听候大哥使唤。那正好，让他们仿凡起名的字迹，写几封与达西爵来往的信件，给我那好姑父送一份大礼。没问题，保证替大哥办得明明白白的。老爷，明镜司朱雀长进使来访。这朱雀长进使我与他素无交集啊！等等，那不就是虾仁吗？姑父，小侄不请自来，可莫要见怪啊！虾仁，你说你来就来，怎的还带了这么多朱雀卫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干嘛的？来捉拿姑父你？好侄儿，这玩笑可不行乱开呀，姑父受不得惊吓。放心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好姑母，你这脸还没好啊！虾仁不要打我！姑母，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还问周你们来了？阿霞可莫要说笑了，你姑母胆子小。你看我像是在与你们说笑吗？侄儿，我这人最是小肚鸡肠了。那日如我王母之言，可还是因由在耳呢。别这样，你们的身上流着一样的血，一家人哪有化不开的误会？还不快给侄儿赔礼道歉？对，是姑母错了，姑母向你和你母亲认错。你道歉，我就要接受。完了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。阿霞，你做什么？她可是你姑母，我可是你姑父啊。姑父在哪呢？这里只有我明镜司要捉拿击杀的同党侵犯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樊家向来老实本分，从未做过任何逾矩之事。暗通谋逆罪臣达西爵，这叫老实本分。来，好好瞧一瞧，这是不是你的字迹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何从与达西爵通过信？我连跟他说话都不超过5次。虾仁，是你捣的鬼，对不对？姑母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冤枉你的人远比你自己更清楚你有多冤枉。混账无耻！多谢夸奖，侄儿一定勤加勉励。虾仁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？这反府里的可都是你的血亲，都是你的表兄表妹呀。表兄好啊，我最喜欢杀表兄了。表妹就全部送进教坊司好了。你曾经友善恭谨的虾仁去哪儿了？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恶毒了？死了！从你们兄妹联手设计我入天牢之时，曾经的虾仁就已经死了。阿霞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辜啊？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可否高抬贵手，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不能，滋涉要犯是重罪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姑父，你也不想侄儿为难吧？冷血的畜生，他日到了九泉之下，你有何颜面见你祖父？我建议你还是先与虾开元商量好，怎么向祖父解释你们谋害他最疼爱的孙子一事吧。来人，将反府上下全部押回明镜司。
别，侄儿，我不想死，求你放过姑父吧，只要你留我一命，做牛做马都可以。姑父，你真就这么害怕？做任何事都可以。是的，只要你别杀我，留你一命也不是不行。好侄儿，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这天下间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说做什么，任何事都可以，我都可以做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来，把刀拿着。这是要我干什么？想活命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这个屋子最后是你活着出去不就行了？你这是何意？自信一点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把所有樊家人都绑过来，咱们出去静候佳音。虾仁，你真是个畜生！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走出去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走出去。夫君，你不要被虾仁蛊惑了，他不敢杀我们的，哪怕进了明镜寺，我哥也一定会救我们。对啊，爹虾仁那混蛋就是在危言耸，想让咱们一家人自相残杀，他好乐见其成。可他已经杀了开元一家，有宰相撑腰的虾仁根本无所顾忌的。夫君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可是你妻子啊！爹，我是你儿子。啧，老宋这么精彩的好戏也是头一次见吧？还真是生平第一次。听说樊启明被虾志明极度宠爱，没想到为了活命，竟真的下得去手。少爷，你真准备留如此泯灭人性之徒一命？好侄儿不，虾大人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杀了他们，可否兑现你的承诺？我的吩咐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让他杀人了？没有。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送走了他们。这叫什么话？那是你自己理解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食言？我虾仁鼎鼎大名，如今长安城内谁人不知，怎么会食言？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杀你的。那我可以离开了。送这位杀妻世子的畜生去秋官府，让咱们的大司寇来亲自处置。什么？虾仁，你耍我？好家伙，少爷，你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呢？不然啊，你真以为我会给自己埋一个隐患？虾仁，你不得好死！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啊！大人，樊府剩下的事怎么处置？按之前的办，把里面那具尸首送去魏国公府。臣下见过宰相。免礼吧，听说你去樊府将你姑姑一家人处理了，什么都瞒不过宰相。处理了就处理了，那女人对你的母亲出言不逊，的确该死。但你父亲魏国公那儿暂时不要动，本相留着这颗棋子还有大用。臣下明白，宰相大人，不知您对此次的投名状可还满意？干净利落，以雷霆之势将影响控制到了最低，还能一网打尽，哪怕让你督主来，怕是也做不到如此程度。都是运气，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无需如此自谦，本相不是嫉贤妒能之辈。朱雀长进史前的代字可以去掉了。多谢宰相，日后臣定肝脑涂地，竭力为宰相效忠。正好，眼下就有一件棘手之事，让你去肝脑涂地。宰相您吩咐。慕容浩你知道吧？那位前燕废帝，他活着一日，就会有居心叵测之人想借用他来做文章，恢复燕国社稷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根上彻底绝了某些人的念想。宰相圣明，废帝一死，前燕余孽就再也没了复辟的借口。此事非常难办，做不好就是千古骂名。此次本相不强迫你，觉着风险太大，本相可以另寻他人。难办，废帝算什么东西？屠龙的办法我有9种。你想好了？臣愿意替宰相分忧。好，那这个隐患就交给你了。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。臣的确需要向宰相求一物。小姐，虾仁如今的落脚之处到了，这府邸比咱们温府都大多了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日后这府邸还不都是咱们家的？小姐说的是，只要小姐勾勾手指，那虾仁就必定双手奉上了。去叫门吧。谁啊？我家小姐都不认识了，这可是你们虾府未来的主母，速去叫虾仁前来相迎。哟，你还好意思来？听说不是都追到天牢退婚了吗？怎么还有脸自称我虾府未来的主母？你怎么对我家小姐说话的？一个下人怎么敢对主子这个态度？小姐，这虾府的虾人应当好好管教一番。哦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是该换一换了。主子？他只是你的狗主子，又不是我虾府的。青鱼，虾仁去哪儿了？虾仁不想见到你，这里也不欢迎你。你又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虾仁不想见你。怎么可能？虾仁曾经那么爱我，他现在也肯定会原谅我，一如既往的对我好。好大一张脸，竟容得下千山万水。虾仁当初是眼瞎吗？怎么能看上你这种垃圾货色？你怎么对我家小姐说话的？温大小姐，那日要退婚之后，你与虾仁之间就没有任何瓜葛了。这一点你都不清。
没有签退婚书，就没有解除婚约。本小姐依旧还是虾仁的未婚妻，而且当时虾仁身犯死罪，我想保全性命有什么错？我只不过是犯了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无非就是看着虾仁现在发达了，又有了利用价值，才死皮赖脸贴上来继续纠缠。贱人就是贱人！你说什么？你敢骂本小姐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别说当面骂你，你要是听不清，我还可以刻你的碑上。秀兰，给我掌嘴，撕烂这个贱人的嘴！你这个粗鄙的女人，竟敢打我！有什么不敢的？虾仁以前眼盲心瞎，但我没有。你信不信我去向虾仁告状？去远，我等着，看他会不会替你出头，给你3息时间，从虾府面前消失，不然我就再赏你几个大嘴巴子。你给本小姐等着，虾仁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明月骂的真不错，真痛快。少爷，你早就回来了，一直在看戏。对呀，这出好戏可太精彩了。我打了你的心上人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打的好，不愧是我相中的小辣椒。我还以为你会旧情难忘，狠狠的责罚我，替他出气呢。他也配，除非我脑子被门挤了。就是，明月可是替咱们狠狠出了口恶气。以后再见到他，想打就打，打死了算我的。老朽见过虾长进士大人。明月、青羽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与老人家有要事相商。不知虾大人要见老朽这个命不久矣的糟老头子，是何有吩咐？眼前的老人是虾仁从宰相府出来后特意让宋妃去寻的，要求就是时日无多、脑子清醒、重视家族后辈利益的老人，而眼前之人便是一位世袭军户、军中普通不过的老卒。我的为人，你应该有所耳闻吧？虾大人仗义疏财，从不吝啬，实乃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上官。既然你都清楚，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有一桩能改变你家族命运的机缘赠予你。这是册封诏书，忠义侯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只要你在空缺处填上你的名字，你前秉职就是新封的忠义侯，世袭罔替。你的长子也将入职明镜司，由我亲自培养提携，并且宰相许你全家荣华富贵。不知小人能为虾大人做些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照着这上面所书行事。陛下该用膳了。朕没有胃口，您多少吃一些，再这样下去，臣妾怕您的身子扛不住了。扛不扛得住又有何区别？朕怕是已经没几日好活了。见过大燕皇帝陛下，你都没将朕当一回事，又何必如此装模作样呢？一码归一码，该有的流程可不能少。宇文护是派你来杀朕的？怎么会呢？公然杀前朝皇帝，传出去名声可不太好听。他还会怕名声不好听？废帝改朝换代，囚禁所有前朝宰相不敢做的事，他都做了。脸蛋不错，身材婀娜，不如凝脂。虾仁，宇文护让你前来，究竟是做什么的？陛下别那么激动，宰相心善，特命在下前来放你们离去，留下慕容氏的香火传承。什么？宇文护能这么好心？大周皇帝令燕帝慕容浩深明大义，知天命有归，顺天应人，禅位于朕，即得至后其义至伟。今特诏封慕容浩为中阳公，10亿万护卫在诸侯王之上，于其封国之内，可奉燕正朔，以天子车夫，交祀天地，宗庙皆如燕制，钦此。宰相不仅不杀朕，还宽宏大量，要放过朕，他不计较朕暗中正殿谋逆之事。宰相心胸宽广，能容天下难容之事。在下已经备好了船只，由渭水一路而去，直抵中阳。刘征，咱们性命无忧了。宋妃护送陛下和皇后娘娘前去登船。多谢虾大人，还烦请向宰相转达朕的谢意。日后朕必定安分守己，不会再有非分之想。一定转告恭送大燕皇帝陛下。终于要离开长安这个囚笼了。是，咱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，可以安心过日子了。不，朕乃大燕之国君，怎能坐视祖宗江山易手？陛下，您莫非还不肯放弃？慕容氏男儿岂能言败？我要重整旗鼓，卷土重来。陛下慎言呢。这一路上风平浪静，应是不会有杀手了。可惜宇文信英雄一世，也有看走眼之时。他所托之人不过是个眼光短浅的庸才，宇文氏怕是做不了许久江山。陛下，咱们就不能去中阳好好过日子吗？你是斗不过宇文护的。哼，到了中阳后，朕定要招兵买马，光复大燕江山。陛下好兴致呀！方才的话你都听到了，想你也曾是大燕的臣子，可愿追随于朕？朕许你王爵之位，全族荣华富贵，愿为陛下效死。好，今日咱们饮酒为盟。不好了，陛下船进水了。皇后娘娘慌什么？就算到了海底龙宫，末将也守着你们。
宰相大人，事已经办完了。昨夜护送废帝的船只行至同州境内时，因风急浪大，河水湍涌而倾覆，无人生还。忠义侯呢？已安排收敛尸身，运回长安厚葬。其爵位由长子承袭。你小子高啊，都是怎么想出这些主意的呢？抄的背，要不说人家老朱能开局一个碗打下江山呢，全仰赖宰相的教诲点拨，臣下才能灵光一闪。哈哈哈哈！你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会说话。不过臣下只做完了前半部分，后续还需宰相您来。哦，一传人尽数殒命，还需要本相做些什么？哭灵，臣下已命人在渭水边搭好了戏台子，还请宰相与陛下率百官前往致哀。做事还真是思虑周全啊！就依你所言，该去都不得缺席。宰相圣明，臣下还有个不成熟的策略，想向您谏言。但说无妨。敢问如今朝堂之上有几人不贪污、不腐败、不压榨百姓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借反贪反腐的名义来党同伐异，这样不仅有大义的名分，还能赚到民心和政治声望。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！但这倒不失为清除障碍的良方。是臣下失言，还请宰相降罪。不，说得很好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。大周如今经不起内部的动荡。您所言极是，是我欠考虑了。阿夏，本相这次正好给你引荐一个人，儿子进来吧。别，你唤儿子有何事？阿夏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本相的独子宇文泽。见过泽公子。无需如此客气，他岁数比你小些，唤他阿泽就好。是，臣下遵命。这是阿夏，明镜司朱雀长进士，以后要视他为兄。见过阿兄。阿泽无需如此，我可担不起。阿夏，我这儿子天资愚钝，胸无点墨，你日后要多帮衬他一些。臣观阿泽一表人才，可远胜于长安世家大族精心培养的子弟。你就别恭维他了，今后你们两兄弟要多加走动，多多增进感情才是。臣遵命。退下吧。阿泽，可知小今日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孩儿多个兄长，日后能相互扶持。阿兄，来勾栏听曲不太好吧？哪不好了？正所谓28加人体四酥，38、48照样酥。可这要是让父亲知道了，咱俩怕是……没事，男人嘛，哪有不来这些地方的？哪怕宰相知晓了，也是责罚我的。好吧，那就全听阿兄安排。来这里，你要记住一个道理：不行是他对你的否定，不行了是他对你的肯定，这是男人最基本的必修课。小弟受教了。夏兄，大老远就瞧你背影眼熟，没想到还真是你。怎么是你？当然是兄弟我啦！没想到大哥你也是同道中人啊！这位是宰，这是我弟弟曹进啊，对，季兄弟。李兄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了。别来无恙，你胆子也特大了，敢带宰相的世子来勾栏？你怂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李谭长这么大还不知道怂字怎么写？不知侠兄今日为谁而来？当然是花魁江离。花魁与寻常姑娘不同，想要成为他们的入幕之宾，有着别样的规矩。就比如江离，他的规矩就是得适才出众，而今日的题便是以花喻人，写给江离姑娘。灼灼桃花映粉腮，轻盈笑靥入眸来。春风拂处香盈袖，恰似仙姬下酒该。寒梅傲雪立崖边，夏似高弦隐士眠。孤影清姿存傲骨，不随流俗守心间。好诗，以梅花来喻江离姑娘，真是恰如其分呐。这首诗不错，虽然有些刻意逢迎，但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佳品了。大哥，要不换一出花魁？咱们都是舞刀弄棒的武人，哪会这文绉绉的作诗呀？菜就多练，作诗不是有手就行吗？大哥你就吹吧。不信？不信？那我要是拿下了江离姑娘，咱哥仨今夜的消费你来买单。好，你要是没拿下，包兄弟我1个月的乐子如何？一言为定。其他公子可还有诗？若是没有，那这位公子就是今夜的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衣裳花想容，此诗一出，当名垂千古啊！仙品，没想到我大周也有惊才绝艳的诗人。不知公子名姓？在下曹锟。曹公子，我家姑娘有请。作诗我不会，难道还不会抄吗？老李，记得愿赌服输哦。阿进就交于你了，记得给他安排一个技艺精湛的花魁哦。知道了，2只耳朵都听见了。曹兄请留步，有事儿。在下也看上了江离娘子，不知曹兄能否割爱？多少银子任你开？如果我不呢？那就别怪本公子来硬的啦。怎么个硬法？能有多硬？兄台，你确定要和他抢人？那是自然，本公子看上的还没有得不到的，你想多管闲事？不，你请自便，在下绝不插手。曹兄，你若识相，便和同伴一起离去。不，长安城内不许有你这么牛逼的人物。你竟敢拿瓷器砸我！老子不仅砸你，还要扇你！
什么阿猫阿狗也敢在老子面前撒野！给我弄死他，把他的腿打断，扒光衣裳扔街上去！司虎，你这些虾兵蟹将有点不够看啊！大哥，你是没吃饭吗？这巴掌一点都不清脆。姓曹的，你可知家父是谁？家父赵无忌。家父曹尼玛。赵无忌是谁啊？我没听说过。前元州刺史，现下官府军司拿钟大夫，是你们惹不起的大人物。真是恐怖如斯，我好怕怕。既然知道怕了，那还不赶紧向本公子跪下磕头认错？赵无忌算什么东西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在同一家青楼？曹坤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把他们都扔出去，不要脏了这里。江离姑娘，今夜所有的损失都由那姓赵的解决了，还请公子上楼一叙。1个时辰后，赵令仪与他爹赵无忌伙同京兆引刘秉忠，将春满楼围了起来。曹坤呐，赶紧给本官滚出来！喊什么喊？急着去投胎呀！你就是曹坤，有何赐教？就是你伤了我二令仪，损我赵家颜面。对，就是曹某做的，你能奈我何？哼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不气盛还能叫年轻人？刘大人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此子啊，供认不讳，速速抓起来法办，拿下，带回官署。老刘等等！里长进使，你怎会在此？陪我大哥来春满楼消遣呀！大哥，不知那位大人是朱雀。是，朱雀长进使，虾仁虾大人。除了他还能有谁？我是看在咱俩旧相识的份上，特意提点你一样。明白。此次并无案件，是我京兆府来错了地方，告罪。刘大人，你这是为何？赵大人，这位爷是你惹不起的人物，告辞。赵大人，你可还要继续啊？小子，能逼退京兆尹，看来你还有不俗的身份呀。你家长辈是谁？本官要与他好好说道。本王的晚辈还需要你来过问？大司马，您怎会在此？本王在哪儿啊？何时需要向你汇报了？赵大人管得可够宽的呀！是属下僭越了，属下真不知他是您的晚辈呀。现在知道了，可还要与本王说道？不敢，属下不敢，属下告辞。站住！我的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还有医药费，以及替你管教儿子的费用，是不是该结一下？小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我就欺你了咋的？你就说给不给吧？你要多少？咱也不讹你，就1万两。拿着。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赵大人慢走。你这小子狐假虎威，都不背人的。自家长辈面前又何须避讳呢？还请大司马笑纳。你自己收着当零用吧。本王还有事，就在此多做停留了。你们几个小子注意节制。大司马慢走。完了，阿兄，二叔不会是看到我了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完了，爹知道肯定会打断我的腿的。放心吧，你都多大了，也该出来见世面了。不管了，事已至此，就算是打断腿也是明日之事，先听取再说。大哥猜，我在春满楼遇见谁了吗？谁呀？阿泽还有阿唐的孩子，他们跟你从元州调回来的赵无忌发生了点小矛盾。大哥，你这是啥反应？难道就一点都不意外？去就去了吧，那俩孩子没吃亏就行。虾仁那小子是能吃亏的主儿，他打了赵无忌的儿子，还讹了他1万两银子，作为什么损失费来着？搞得那赵无忌一点脾气都没有啊！孩子大了，由他们去吧，有阿夏带着他，我也能放心不少。有空也让我家几个小子多跟他接触。对了，那个赵无忌放着别动，让阿夏自己处理。明白。第2日一早，弹尽粮绝的虾仁和双腿发软的宇文泽两人离开春满楼，可还没走多远，就被一群不速之客拦住了去路。虾仁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不知阁下是谁？平阳侯世子陶允氏。那请问咱俩之前有仇？无仇无怨。那我得罪过你？也没有。那你整这一出是图啥？本世子是路见不平，前来伸张正义的。别人怕你是明镜司朱雀长进使，但本世子不怕你残害亲人，不敬生父，纵容恶奴殴打温家小姐。世上怎会有你这么冷血无情的奸贼？简直十恶不赦。骂得好，骂得妙，现在骂完了。虾仁，你竟敢打本世子！陶大世子可别血口喷人啊！站在原地连动都还没动。那是哪个狗娘养的？是我，泽公子，您怎么跟着虾仁？我就是你口中那个狗娘养的。不，借小人1万个胆子也不敢骂您呀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刚才与现在打你的人都是我。泽公子，您误会了，我骂的是虾仁的混账东，还敢辱骂我阿兄！你平阳侯府真是好大的威风呢！虾仁是您的阿兄，不然呢？别打了，小人错了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是虾顾白让我来的。我的好三弟，继续说下去。虾顾白找上小人痛哭流涕，控诉大人对他们的迫害，说得罄竹难书。小人一时脑热，就着了他的当。
借刀杀人倒像是虾顾白能做出来的事。对对对，都是虾顾白在里面使的坏。那你们一开始原本设计的是怎么对付我？他们兄弟二人串联了长安不少文坛才俊，想要强迫你去施惠。少爷，那边一直有人在暗中窥视我们，那就去将他请过来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原来是我的好三弟，今日怎么有空闲来探望大哥？大哥，听说你无罪出狱了，小弟特前来恭贺。行了，咱俩什么时候叙旧都可以，但是有人想立刻跟你聊聊。虾顾白一大早跑来挑唆老子，将老子给你当枪使是吧？不是的，陶大哥你误会了，老子是不学无术，但不是没脑子。你他娘的算盘珠子都蹦老子脸上来了，想让我平阳侯府替你跟虾仁大人死磕是吧？不是这样的，陶大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我平阳侯府差点就毁在了你的手上。我这三弟自幼就是魏国公的宝贝疙瘩，长这么大怕还是头一次挨这种毒打。泽公子啊，虾仁大人要打要罚我陶允氏绝无二话，还请您二位千万不要迁怒于我平阳侯府。起来吧，你也是被人利用的，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你以后多长几个心眼，莫再重蹈覆辙。小人明白，那我就先行告退。虾顾白，今日你我之事不算完。大哥，平阳侯世子还要报复我。放心，为兄会保你的。司虎把他绑起来，然后再拿根鞭子和高度烈酒来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三弟可曾听闻鞭子沾酒，边抽边消毒？不要啊，大哥啊，我可是你的亲弟弟。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弟弟，当哥哥的还要管教你。我魏国公府乃是堂堂八柱国世家，你怎能做些挑唆是非的下作勾当呢？阿兄可真是边边到肉啊！大哥别打了，小弟知错了。错哪儿了？小弟不该搬弄是非，不该心怀不轨，不该误入歧途。小弟今后一定痛改前非。既然知错，那就更该接受责罚。顾白打在你身，却痛在我心呀！为兄盼你悔过自新，重回正道。疼死了！住手！虾仁，你个杀千刀的王八蛋，给老子住手！哟，三弟，你这就装不下去了呀？为兄还以为你能多扛一会儿呢。你他娘是故意的！对呀，我就是为了折磨你。你个心思歹毒的畜生，有种打死我！父亲和娘亲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论心思歹毒，我可远不如你们父子三人。走，咱们去给魏国公送一份大礼。魏国公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叫我什么？明镜司朱雀长敬，只见过魏国公。逆子，我是你爹。我爹早死了，恐怕尸骨都腐烂发臭了。大佬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这可是你的父亲，还不赶紧跪下磕头，祈求原谅宽恕！死老娘们，你再多说一句，这瓷瓶砸的就不是地面，而是你的脑袋。你真是翅膀硬了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，就不怕你祖父在天之灵寒？魏国公此言差矣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倘若祖父知晓是谁，要置他的嫡孙于死地，会提刀砍了何人？进了一趟天牢，还真是学会了牙尖嘴利。别娘，我好疼啊！他差点把我打死了。我的爸！虾仁，顾白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如何下得了如此毒手？莫非真是无情无义的畜生？魏国公莫要说笑，我娘就生了我一个，哪儿来的弟弟？你非要将事情做绝方才满意。魏国公，这难道不是你们父子先开的好头吗？在下只不过将你们对我所做之事，又对你们再做了一遍而已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难道就受不了了？逆子，看看你的两个弟弟，谁不是温良恭俭？你有哪点比得上他俩？的确，我虾仁比你们父子的心狠手辣，依旧望尘莫及。你如今怎的狂悖到了这个地步？看来真是不得不管教了。来人！魏国公，在下劝你千万不要将把柄自己送到了本长敬使的手中哦。都先别来了，这就对了嘛，识时务才能保全虾家。老爷都怪妾身，是妾身没有教好阿虾，才让他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不怪你，是他身上流着那个贱人的血。生的儿子能装，当娘的更能装，真恶心。虾仁，你此番回来就是为了耀武扬威？当然不是，我是给国公爷送儿子，顺路讨要替你管教儿子的费用。你将顾白打成重伤，我都没找你要说法，你竟还敢要费用？魏国公也可以不给，但是你的两个儿子下次再犯到我的手上，可就不是皮外伤那么简单了。你要多少银票？韩银子可就太俗了，想必魏国公也是知道我搬新府邸了吧？想要什么就直说吧。搬了新府邸，什么都需要置办，我看魏国公府这些东西就很不错。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，话不能这么讲，毕竟这些都是祖父留给我，总不能日后便宜了两个野种吧？你不过就是仗着有宇文护撑腰罢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宰相的走狗，魏国公有本事也去找一个靠山啊！混账东西！国公爷放心，我不白拿你的东西，还可以送一个令你心潮澎湃的消息，你要小心来自平阳侯府的报复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又做了什么？
错，这跟我可没任何关系啊！问你的宝贝儿子吧，哈哈哈哈！伍佰，你为何与平阳侯府扯上了关系？父亲这说来话长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将平阳侯府也牵扯进来了！你凶什么凶？可才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这个当爹的也不知道心疼。慈母多败儿，看看谢景堂生的是什么东西，再看看你生的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账！老爷，如今虾仁有权势滔天的宰相护着，咱们该如何对付他？我也去找个靠山。见过大人，夏通渊，且人联络魏国公与楚国公，果然是按耐不住，倒向那2位老柱国了。大人，咱们是否需要做些什么？不用，这就是我所刻意推动促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都是你有意而为之的？对啊，不然你觉得我为何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去踩夏通渊父子？大人，你是为了将魏国公府彻底推向宰相的对立面，这样的棋局才更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大人高明，可万一养虎为患。无妨，魏国公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事无巨细汇报于我。遵命。对了，咱们长安那诗会是什么时候举办来着？3日后。阿兄，你心情看起来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那么多长腿的姑娘，多赏心悦目啊！阿兄，我原以为你诗才经世，对文坛诗会感兴趣，所以才特地前来的，没想到却是为了……舞文弄墨有什么意思？远不如欣赏美人，大饱眼福。也就只有这破诗会，才能将长安美人聚得如此齐。小弟又学到一招。小姐是虾仁，他也来了，肯定是为了我而来的。奴婢就知道这虾家大郎一定是放不下小姐你的，为了见小姐，你一面都追到这诗会来了。那是自然的，虾仁自幼倾心于我，这么多年的爱慕，岂是那么容易抹去的？小姐，但你可不能轻易原谅了他。男人都是坏种，太容易得到的他们都不知道珍惜。你说的对，不能轻易原谅了虾仁，要好好给他长一场记性。少了，你前未婚妻呀？瞧他看你的眼神，不会是旧情复燃了吧？天牢退婚的那个女人，四虎，你可不要倒老子赏美的胃口，她也配？阿兄啊，怎么还没有找茬的人？不会被吓破胆了吧？少爷，你看的呗。只见司虎手指的方向，大司马宇文恒与一名身穿南国服饰的中年男人缓步而来，其身后还跟着春官府大宗伯、于老柱国以及小宗伯等一众属官。我大周的才子才女们，这是来自2国的使团，听闻我长安有诗会，可来以文会友，请教交流。早已听闻周国人才济济，能人辈出，还望诸位不吝赐教。王兄远道而来皆是客，就请你们先出题吧。好，适逢春日，就以春日为题吧。春日为题，这有何难？我先来对：蝶舞翩跹香满径，风摇翠色最游人。最称不得上家，也是邪出意境，昼夜不枉在国子监学了这么多年。中规中矩，汇聚了长安这么多才子啊，就对出这种水平的诗，确实是差强人意啊。王公子既然嫌这些诗皆不够格，那由在下与你斗诗一局如何？如此甚好，但仅是比斗，太过于无趣了。不如咱们加些添头，我出琅琊王氏的家传玉佩《沧海月明》，那我出500年前书画大家赵坚真迹一幅。好，那就由裴公子先出吧。昆波潋滟映蓝天，绿柳垂丝细画船。江泊涟漪鱼戏处，桃花落瓣满湖仙。好诗是好诗，可终归是差了一些东西。桃花似旧笑东风，人面难寻意念中。春日年年皆有戏，离人一去梦成空。文措辞或许相差无几，但从意境上来说，王兄的更多一层离比。我说了，不知在场诸位可还有人能做出一首春日诗来赢得这2件天头啊？第一才子都败了，谁又能赢呢？虾仁看了这般许久还不站出来，莫要真让江南才俊们误以为我大周没有了能人。虾仁，这是何人？为何从未听说过？下官虾仁见过大司马。虚礼就免了。天节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决胜烟柳满皇都。敢问王公子孰优孰劣乎？我输了，承让承让。不知可否告知这首诗的名字？早春城大司马横公。贺喜大司马得此千古传日之作，必青史留名。本王家中这晚辈还勉强算是看得过去吧。王兄，谁说我大周无人的？站出来，大声点，再说一遍。一手而已，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也不知道是谁已经认输了。诸位兄台，要不再帮在下确认一下，本事不行就别再纳犬吠。你骂谁是狗？谁问骂谁了？该死的混蛋！
再比一题，若你虾人还能取胜，我王之雪今生今世再不写诗。既然王兄有如此雅兴，那在下定当奉陪到底。好，王某也不占虾兄的便宜，此次斗诗题目就由你来出。寒冬已过，梅花未谢，就以梅花为题如何？可以。还有那个狗叫最大声的，一起来吧，就以征战为题。让你侥幸赢了一次，就嚣张的没边了，真当我二人是泥捏的不成？我谢昂倒要见识见识你有何本事能以一敌二。各位听好了，众方摇落独宣言，占尽风情向小院，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又是一首传世之作。王兄请吧。我输了，就不拿出来献丑，贻笑大方了。我操，这就吐血晕倒了。王兄，你的祖旨是自己吐血晕倒的，阿夏连碰都没碰，这可与他无关啊。放心，我琅琊王氏还不至于如此没品，无故攀咬，将王之雪带下去请大夫诊治。姓谢的还比不比？你可别也吐血晕倒了。残阳似血染荒丘，曾记当年战未休。铁马嘶风驰古道，金戈映日破敌楼。黄沙漫卷埋枯骨，热血长流护九州。今日山河天锦绣，阴魂不朽始终留。好，大气磅礴。虾人，败在这首诗上面，你输的不冤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写出千古佳作。我呸！什么垃圾玩意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！给老子听好了！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50州，请君赞上登天阁。若可书生万户侯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只觉一阵心潮澎湃？好男儿当披坚执锐，为国征战一统河山，收取关山50州。这小子不会是想收我大梁之地吧？虾人，你赢了，是我谢昂技不如人。那这2件好玩意我就笑纳了。王兄，你们萧良的年轻才俊还真是出类拔萃呀！快将他送去，请大夫诊治，让大司马见笑了。阿夏，你做的不错，能为大司马您分忧是下官的荣幸。无需如此谦逊，本王个人与你黄金万两作为嘉奖。多谢大司马。阿夏，恭喜你啊，打破萧梁，替我大周找回了颜面，我以你为荣。你怎么来了？作为与你有婚约的妻子，自然是要来恭贺你的呀！夫妇一体，这是属于咱们的荣耀。身陷囹圄时落井下石，东山再起时上赶着倒贴。温家教出来的好女儿真是薄情寡义。不是这样的，阿夏，你快替我说一句话。关我屁事！你忘了我们之间的过往了吗？你对我的爱就变心了吗？但不是你自己退婚了吗？对呀，落井下石还有脸跑过来认亲？我呢，只是考验阿夏。阿夏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从未想要放弃过你，而且你没有钱接触婚约书，我就还是你的未婚妻。大司马，请将纸笔给我。阿夏，难道你要写退婚书？当然不是，我就知道你是舍不得我的。大司马与老柱国以及在场诸位做个见证，这封休书就是将温念书逐出虾家的凭证。不，阿夏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爱你的。大司马，下官就先行告辞了。阿夏，你不要丢下我。10日时间转瞬即过，而这天宇文护请虾人前来，但脸色却阴沉的可怕。见过宰相。阿夏，看看这个东西。秦州暴乱。秦州是关中通往西北的关键节点，也是大周西部的重要屏障。没错，此番暴乱不仅攻占了秦州制作上规，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周围蔓延扩散。臣下若是没记错的话，秦州曾是大司徒独孤昭的驻地吧？宰相息怒，是臣妄加揣测了。你猜的没错，秦州不仅曾是独孤昭的驻地，就连如今的秦州刺史也是他所举荐的心腹嫡系。依臣下愚见，大司徒纵使有不满，也不会选择秦州这个地方吧？太容易怀疑到他的身上了。但他举荐的秦州刺史，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一无是处。压榨的确会加剧民怨，只是也不至于到暴乱的程度吧？更何况是直接占领了上规。没错，如你心中所想那般，据传回来的消息，此次暴乱的背后有个神秘组织在其中不断煽动。那可否有大司徒的推波助澜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你对此次暴乱有何看法？既是对宰相您执政的一次严峻考验，又是一次莫大的机遇。只要处置得当，可借此立威。你觉得该怎样处置这暴乱？杀！以雷霆之势摧枯拉朽，将其掐灭，再从上到下将秦州官员全部清洗一遍，换上宰相的心腹，彻底掌控。你可有胆量去做成此事？为宰相效劳，臣下百死莫辞。
你带诸20名阙卫，再点300府兵前去。宰相，320人是不是有些太少了点？是300骑兵，定不负宰相所托。你变脸还真是快。在此，你提调秦州一切军政与便宜行事之权，尽管放手去做，出了任何事由本相替你担着。臣领命。此次执行，阿泽会跟你一同前去，你照顾好他。宰相放心，我绝不会让阿泽有丝毫损伤。去吧。宰相让世子跟随虾长进士前去评判，是否够太过于冒失了些？荆州这潭浑水可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正因如此，本相更要试试阿虾这块金子的成色，让暗云奇暗中跟着他们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那孽障已经被宇文护连夜派去秦州处置暴乱了。这是弄死虾人的绝佳机会。没错，绝放任虾人在这世上多活一日了，难保那丧心病狂的家伙什么时候对咱们下手。父亲可在江湖上花重金雇佣高手，必能一击致命。好，辞教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父亲放心，孩儿一定要让虾人葬身于秦州。秦州山地众多，地形崎岖，上归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硬来只会损失惨重。叫各位前来是为了商讨一番此次秦州戡乱的部署。老宋，你投身行伍多年，深有经验，发表一下意见吧。此次秦州暴乱的起源在天水郡，更准确的说是起于蓟县，向周围席卷扩散，直至上归被攻破。我有个问题，上归是一座坚城，更是要塞，山川险要，哪怕叛军势头再猛，秦州官员及守军再如何疏于战阵，也不会沦陷得如此之快吧？据秦州传回的消息，那些被攻占之地的世家暗中配合着叛军的行动，还提供了军粮。那咱们棘手的不仅是数量庞大的叛军暴民，还有里应外合的秦州世家。他们能里应外合，难道咱们就不能了吗？大人这话是何意？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，秦州世家不可能一条心，更不可能全部倒向了叛军，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世家被排挤、被打压。属下明白了，这些世家就是咱们的突破口。没错，老宋，联系说服这些世家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必要时可许以重利诱之。遵命。咱们现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先去与秦州刺史会合，征调他手里剩余的秦州兵。那秦州刺史莫正熙说来也是废物，节节败退，以致临渭城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大人，前方似有人在被追杀，看那群追击者的服饰，像是叛军。叛军能出现在这里，那岂不是意味着临渭几乎成了一座孤城？这秦州刺史与都督还真是个顶个的废物啊！这不挺好的吗？那两位越无能，就越容易掌控秦州，诸位能够建立的功业也就更大。大人高见。出发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一众叛军便被虾人的骑兵射死，救下了一直逃跑的女人。他们都死了。咱们伤亡几何？我军无人伤亡，只是有2个弟兄受了些许轻伤，用最好的药医治。将军，多谢你们救了我。你姓甚名谁？何方人士？因何故被追杀？将军，我姓云，大名一个西字。这是玉蕊宁启香，你是公孙神医的弟子啊？你是谁？呼啸，你说的莫非是哪位阴阳鬼手公孙奇神医？是他。敢问公孙神医是？少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只要你还剩下一口气，这位公孙神医就能将你救回来，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疑难杂症。真的假的？有你说的那么玄乎？我年少时曾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，幸而遇到了公孙神医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。他还顺带手帮我重塑了经脉，致使习武天资突飞猛进。这位将军，你曾受过我师父的恩惠啊！正因如此，我才能通过这神医独门的玉蕊宁启香认出你的身份。那你们可以送我去安全的地方吗？小姑娘别怕，公孙神医现下如何？我师父他老人家身体康健，只是依旧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在天下间四处游历。神医传人，这不妥妥的移动泉水吗？你这是因何被追杀的？师父让我下山游历，治病救人，刚好来到这秦州，就遇到了那些匪徒。原来如此，那云姑娘下一步打算去何处游历？翌日，临渭城内酒楼，秦州大小官员整齐排列。虾兄弟一路上舟车劳顿了，这些薄酒全当为兄为你接风洗尘了。多谢莫兄好意。来，这杯酒敬虾兄弟。兄弟，哥哥心里苦啊！刚喝上酒就到诉苦环节了。兄长有何事可与弟弟诉说？此番秦州暴乱四起，连番失地失人，余兄身为刺史，负有极大责任，怕是逃不脱处罚，命不久矣了。不知弟弟能否为兄长排忧解难？
兄弟，你是宰相跟前的红人，若是愿意为愚兄多美言几句，感激不尽。原来就这事，好说好说。夜半3更，宋飞领着人来到临卫军营，奉下人大人之命前来调兵。你等是何人？为何深夜前来调兵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等只需听命行事即可。这位上官，主事的大人皆被请去了宴会，可否等他们回来，或是派人前去知会？怎么，大周天子赐下人大人节制秦州军政之权，难道连你们都调不动了？在下不敢，只是如此调动不合规矩。夏大人还有天子所赐便以行事之权，而若是在横加阻拦，斩你于刀下，也在便宜之内。上官息怒，小人听命就是。去将25岁以下、高6尺以上、能长途奔袭者聚集。1刻钟后，严茂回来复命。上官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俺族要求的兵卒已全部聚集完毕。总共合计有多少人？共2183人，其中1017人年纪在20岁以下。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严茂。你能力不错，就由你来统管这2183人了。啊？什么？这就升官了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那我也可另寻。小人愿意，多谢大人栽培。是虾仁大人要栽培你，好好听命行事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为虾仁大人之命，马首是瞻。走吧，出城。第2日，莫正熙气冲冲来到虾仁房间。莫兄来了，弟弟刚准备去寻你，商议一番今日攻打上邽的事宜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打上邽，还是今日？没错，看来莫兄你这酒已经醒了。你是失心疯了吗？那可是上邽啊，里面不仅有暴乱的叛军，还有城内的世家相助。不打上邽，我去打哪儿？宰相派在下前来就是来看乱的。你简直就是疯了！那可是秦州数1数2的坚城，若是硬攻，哪怕10倍兵力也得付出惨重代价。更何况临卫城内才多少人？莫兄未战先怯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！哼，我问你，本官那2000余众被你调到哪儿去了？天水郡，我要分兵攻蓟县。你简直就是神志不清了，赶紧调回来，不要派去送死。我以为我用兵已经够菜了，没想到强中更有强中手。这从长安来的小子真是昏招尽出，这旦兵力打一个都费劲，居然还想分兵去攻叛军老巢。我做出的决定，任何人都无法更改，也包括你莫刺史。你。别在这儿，我的了。你有1个时辰去收拾，然后随军赶往上邽攻城。本官不同意，本官是不会随你去送死的。莫刺史，在下奉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你是失地辱国的罪人，若是敢抗命不遵，我不介意先替宰相斩下你的项上人头祭旗。你敢？本官乃是朝廷命官，天子亲封的秦州刺史。我有便宜行事之权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哪怕先诛你9族，也在便宜之内。愚兄是和你开玩笑呢，兄弟之命，我自是鼎力支持的。弟就知兄长是在玩笑，所以也是特意配合呢。那就1个时辰后开拔，留下1000人守临卫。是，一切都依兄弟你的意思。愚兄这就先行去准备了。阿兄，你真要带上莫正熙他们去攻上邽吗？当然，非带他们不可。阿兄，主不怕这些人暗中使绊子？我还真就怕他们不给我使绊子。禀大人，探子传回消息，临卫方向朝廷军倾巢而出，直奔上邽而来。莫正熙那废物不军缩自保，竟敢主动出击。是的，探子反复核实过，准确无误。看来是宇文护派的虾人到了，没想到派了个蠢货，几千老弱残兵加上300骑兵，就想拿下上邦。去调兵遣将吧，此番最好将他一口吞下。上邦城外20里处，100骑兵居中打头阵，5000老弱病残秦州兵分居2翼，而叛军这边的上将齐振领着16000余的叛军向前冲杀。面对数量庞大的叛军，此前一败再败的恐惧之感萦绕在每一个秦州兵的心头。还未接战，5000余秦州兵就有了溃散之兆。而领头的虾仁几人更是直接调转马头向后狂奔，一直跑到陇基山，虾仁等人才逐渐停了下来。虾仁，你停下来作甚？那叛军就快追上来了。逃什么？下来该我收网反击了。反击？你拿什么反击？就凭你这区100骑兵，你知道后面追兵有多少吗？少说2万有余。虾仁，你得癔症了吧？癔症或许吧，老宋依计行事。宋飞应了一声，随后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狼粪棒，之后用火折子点燃，下一瞬，滚滚浓烟飘散而出，陇基山出现震动。眨眼之间，那以逸待劳的200骑兵与众人擦肩而过，每匹战马的马尾上都紧紧绑着一捆干树枝，随着跑得越来越快，树枝与干燥的地面不断摩擦碰撞。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尘土扬起，渐渐的尘土越来越多，让人判断不出后续的具体数量。
弟兄们杀进叛军。不好，晨鼓蔽日，杀狗时是有大量骑兵在朝咱们冲来，我们中埋伏了。朝廷军是故意将咱们引到这儿来的。司虎直接砍了叛军上将齐振林，失去指挥系统的叛军开始溃不成军，一个个争相向后逃去。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！以5000秦州兵与自己为诱饵，换取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，好狠的手段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只要结果如我所愿，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我不明白如此悬殊的兵力，你是怎么敢设伏的？很简单，因为打仗打的就是一个是字，既是输了，那就输了9成9。你真的第一次上战场？那当然了，难不成我看起来很老？大人，我军大胜，杀敌3000，俘虏叛军21000余众。很好，那我军伤亡情况如何？折33骑，秦州兵阵亡400余人。将他们好生安葬，回长安之后，我会替你等向宰相请功的。多谢大人。阿兄，如此数量的俘虏，该如何处置？是杀还是放？这些可都是好宝贝。周边。随后，宇文则带人给叛军进行洗脑，从中挑选出身世清白、非秦州世家的可战之兵。阿兄，经过方才的挑选，得可战之兵4700余人，可用都将83人。好，严茂，这些人全部打散，混编入秦州兵之中，使其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至少一个秦州兵要管辖2个降卒。明白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阿泽再交给你一个任务。阿兄请讲。你带人继续教化新编的秦州兵。是。老宋，你安排几个可靠心腹，领一队人前去聚拢整合，作为诱饵溃散的秦州兵，并令其遣送剩余降兵前往临渭外驻扎。属下即刻去安排。大人，你发现没？自白日里大战后，虾人带来的朱雀卫绣衣使者就一直在跟着咱们。哪怕是出宫，也寸步不离的跟着。这心机深沉的小子，那手段还真是一套一套的，难怪宇文护会将他给派出来。大人不对，虾人是在变相将咱们软禁。什么意思？在下认为他是怕咱们从中作梗，影响他彻底掌控秦州兵权。他要整个秦州只有他一个声音，而这虾人今日能变相软禁咱们，明日就能更加瞪鼻子上脸，可不能遂了他的意。虾人行事虽不按常理出牌，但也不至于敢如此肆意妄为吧？咱们可都是朝廷命官。您白日里没听他说吗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万一宇文护给他的命令里就有除掉咱们这些独孤宫的旧部呢。大人，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你可有何应对良策？大人，你统兵多年，想必军中有不少嫡系吧？暗中联络他们。等等，这是什么香味？我怎么感觉有些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？我也有同感。不对，这是软骨香。猜得真准。侠人，你放那软骨香意欲何为？莫兄问得好，兄弟来想向你几位借一样东西。你想借什么？借兄长你的项上人头一用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好哥哥，你活着也没什么用，事后还会被朝廷追责，还不如用你的性命来好好替兄弟我发光发热呢。别杀我，侠人大人别杀我，小人可以当牛做马替您效力。不需要，你死了对我的价值更大。依计行事。外来人呀，有刺客。末将前来护驾，大人没有受伤吧？我无恙，只是末刺史和他的军师被刺身亡了，就连我也险些被刺。你们几个快去追刺客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司虎来迟，请少爷责罚。阿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得亏老宋来得及时。你是怎么护卫阿兄安危的？不怪司虎，是刺客来得突然。阿泽，去召集将领来中军大帐议事。听闻大人方才遭遇了刺客，没什么大碍吧？伤势无妨，只是诸位可知，那群刺客是受何人指使？末将不知。你莫非是怀疑咱们吧？不，上归城内的贼首派遣凶手行刺了末刺史。这些贼首如此作为的目的，恐怕就是为了让我疑心你们、猜忌你们，从而不得不挥下屠刀。那心思歹毒至极，险恶至极。大人明察秋毫。诸位，叛军贼首要置于你等死地，岂能忍气吞声，坐以待毙？咱们要为枉死的末刺史等人报仇。虾仁大人说的对，为枉死的末刺史报仇，更要为自己报仇，弄死那些试图栽赃陷害的狗娘养的混蛋。报仇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，请虾仁大人率领咱们复仇。好，我虾仁在此向诸位承诺，必踏平上归，用牛寿年、辛征辉等贼首的人头来血祭枉死的刺史大人。翌日，坡道上有支人数在2万上下的军队在蜿蜒行军，远胜朝廷数倍的兵力，再加上连番大胜的势头，这都还能办？牛寿年和辛征辉真是彻头彻尾的废物。
谁说不是呢？对方主将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娃，居然也能输得那么惨。也就看他们是上归世家大族出身，将上归托付，结果真是不中用。此地距离上归还有多少里？回大人的话，尚有40余里。再快些，今日必须得赶到上归，一举歼灭朝廷军，绝不能给他们一丁点反扑的机会。40余里的距离，急行军3个时辰就能赶到。白骨屋之所以催促，并非是急着为了去救援牛寿年等人，而是奔着全歼朝廷军去的。大人前方是鹰准谷，其中沟壑纵横，狭长无比，咱们是否要绕路？绕个屁的路！这一绕，怕是得多走上100里路不止吧？可鹰准谷的地势太过于险要，若是朝廷军在此设伏，咱们怕是凶多吉少。看，若那虾人是朝廷有名有姓之将，咱们自当小心谨慎，防他一手。可此子不过凭运气，寥寥胜了一战，还是赢得那几个废物。但凡是他祖父陈虎老柱国亲至，还需如此。传令全军从鹰准谷穿过，虚实之前务必赶至上归城下。大人三思，已是在质疑我的判断。属下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还不快去！半个时辰后，鹰隼谷中已经行军过半。刘峰，你看看这一路上风平浪静的，你太过于高估虾人的脑子了，他根本就想不到这一茬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后方陡然发出一声巨响，只见一块巨石自上方滚落而下，砸在了队伍的中间，压死了好几个兵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鬼石？一时之间，2万人的队伍因为恐惧开始了骚乱，隐隐有溃散之兆。不要乱，分列两边，贴墙壁而行。而随着下方无数的滚石截断，铺天盖地的箭石也倾泻而下。是伏兵，虾人那厮竟真的在鹰准谷设下了伏兵。宇文护能将虾人派出来看乱，又岂能真是泛泛之辈？声名不显，不代表他是个庸人。山头上的人数少说不下4000，虾人哪来的这么多兵马？难道他会撒豆成兵之术不成？等等，虾人莫不是收编了牛寿年他们战败的降兵？大人还是先想想怎么突围吧。那些该死的叛徒，千万别让老子活着出去，不然老子砍死这些不忠不义的东西！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血案雕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好诗，早就听闻虾人大人有诗仙之名，今日一见，可我真名不虚传。虚名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大人，您太过于自谦了，有如此才行还用兵如神的，天下间可找不出几人。而这时下方鹰隼谷内，随着一支箭矢稳稳地刺入白骨屋头中，叛军都跪下投降了。恭喜大人，大获全胜。诸位，现在高兴还为时尚早，咱们可并没有赢。大人，您担心这是叛军的计谋，是诈降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但是阿兄，这支叛军的主将已被射死，又被困死在鹰准谷内，呈溃败之下，应是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吧？咱们没必要去赌，更没必要急于一时。无论是真将还是诈降，先困谷中叛军1天1夜，使其人困马乏，丧失一战之力。大人所言极是，派人去堵死鹰隼谷前后出口。1日1夜后，身心俱疲的叛军终于得到了放下武器出将机会。自此，鹰隼谷设伏，围点打援彻底结束。大哥，那俩孩子前往秦州，一走这好些时日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阿夏那小子鬼精鬼精的，还满肚子坏水。秦州那些人能是他的对手？正好让阿泽跟在他身边磨砺。话虽如此，说没错，但你给了300骑兵，就把他俩丢去看乱，未免有些过于为难惹了吧？还有20名朱雀卫的绣衣使者。320人可真多呢！那暴乱叛军再怎么乌合之众，也有数万之众，你真不怕他们出什么意外？别忘了叔父昔年带着咱们随贺拔公1000人平关中。阿恒，你要相信他俩的能力。那能一样吗？宰相刚到的捷报，是秦州的捷报。是的，大司马，快给我先瞧瞧。出战佯装失败，诱敌深入，随后集中力量，一举尽服上归之叛军。2战设伏鹰准谷，歼敌3000，获将17000余众。好小子，我就知道能行！哈哈哈哈哈！也不知道方才是谁在那振振有词，说本相为男人的。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有这个人吗？堂堂大司马，脸皮宛如城墙。等等，大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是了，你有明镜司，恐怕早就知晓了。那是自然。咦，这怎么还有一封请罪折子？谁写的请罪折子？阿夏那小子的呗。折子上说，秦州莫正熙等一众官员被上归城内的叛军贼首派人刺杀于军中，他保护不力，深感惭愧。
有负朝廷重托，还请宰相治罪。除了秦州那些家伙外，折子上可还提到死了其他人？没说。这小子还跟本相装上了。秦州高层死的那么整齐，8成跟他脱不了关系。不过那些废物死了也好，省得我追责替换时与独孤昭扯皮了。不对，本相知晓这小子的意图了，他还真是聪明。啥？大哥，你知晓什么了？这请罪折子，难不成还另有玄机？这请罪折子压根不是给你我看的，而是用来做样子，堵住独孤昭、赵钱以及天下人悠悠之口的。这小子还真是思虑周全。而且这请罪折子里面还有另一层含义。公羊，你一封诏书，调裴氏的裴延少出任秦州刺史，再令王康任秦州都督，任命到时即刻赴任秦州，不得拖延。老牛大事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可别告诉我是关于援军的。就是援军，博古物率军前来驰援，在鹰准谷全军覆没。这消息来源可属实？能不属实吗？博古物和刘封等人的尸身已经被朝廷军架在了城外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那虾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呀？援军没了，徒留上归一座孤城，咱们眼下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固守已无意义，只能拼死突围，往天水郡而去。我就猜到你们两个肯定在这儿。吕瑞，你要做什么？为何带人直兵刃入内？当然是要捉拿你二人，作为给虾人大人的投名状了。你们这是要造反？只见跟在吕瑞身后的是此前上归城内所有不站队的世家，而这些人能如此畅通无阻地出现于此，就足以说明牛寿年对这座城的掌控已经彻底瓦解了。希望你搞清楚，在造反的是你们才对，我们是协助朝廷戡乱、保境安民的英雄。没错，从始至终，我们与尔等这些叛逆之徒可不是一路人。混账！你们这些蛇鼠两端的墙头草，就不怕那些人日后的清算？老西说的没错，劝你们还是要掂量清楚，可别到时候悔之晚矣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以前怎的没看出来你二人这般愚蠢呢？通天会想清算，首先也得活下来，再有足够的能力才行。朝廷已经剿灭了你们这些叛逆之徒的绝大多数力量，以虾人大人的英明神武，难道还会给你们机会？就别白日做梦了。哈，想拿我换锦绣前程，痴心妄想。还想学戏本子里的咬舌自尽？牛寿年了！此前排挤我们这些家族之时，可曾有想过今时今日？告诉你个狗娘养的，老子就是要用你来换荣华富贵。不多时，虾人等人便在吕瑞的带领下来到了都督府。虾人大人，让您久等了。好饭不怕晚，咱们也是神交已久，可算是见面了。原来虾人早在来到临渭之前，便派朱雀卫与这些投诚的上归世家联络了，直到将白骨物等叛军将领的尸身摆在了城门口，才让这些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世家做出了最后决定。大人，不知此前的承诺是否依旧？那是自然，牛氏、辛氏、潘氏、邓氏等上归大族世受皇恩，却不思报效国家，反而委身是贼，参与暴乱。今后上归的治理，还需你等世家多多协助帮衬。我等一定会为朝廷之命是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虾人大人但有所命，无忧不从。你们这些叛徒、背信弃义的畜生，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气节，投靠了这虾人仙儿。我们这是弃暗投明。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敢对虾人大人不敬，可就不是一个嘴巴这么简单。你真当认为虾人会放过你们？狡兔死走狗烹，现在你们还活着，是因为你们还有利用价值。一日为叛贼，终生皆为叛贼。哈哈哈哈！追年轻时还没走过弯路呢，他们这些人现在皆是我大周的功臣，不仅会活得很好，而且还会被重用。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冠冕堂皇的漂亮话谁不会说？这被清算时的追悔莫及吧？牛寿年，你猜猜鹰隼谷的战役是谁助我打赢的？你真敢用降将降卒？他们真心投效，我自当信任，委以要职。虾人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的手段，但别以为胜了2仗，又收了这些叛徒，就能笑到最后了。通天会不可能让你活着走出秦州的。通天会嘛，不急，我等着他们。大人，这些贼首该如何处置？先行关押起来，待末自止葬礼之时，腰斩血祭。至于这些头贼世家，夷3族，3族之外所有男丁全部阉割。虾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的下场你们是看不见了。诸位，可还有谁记得我离开长安之时对你们说的话？
大人，您说要我们不虚此行，抢得痛快，盆满钵满。没错，接下来我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，也是你们浴血奋战、付出这么多收获的时候到了。除了上归城内的百姓不能动，那几个叛军世家的金银珠宝等、田亩女人等一切，诸君可随意取之；带不走之物，可寻随军商人折成现银。多谢大人。去吧，放开手脚去抢，谁要是抢的少了，别说是我虾人带出来的兵。大人，属下搜出了些叛军贼首的信件，而我觉得这来往通信的对象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。哦，这么肯定，能让我感兴趣的，莫非是与魏国公府有关？不愧是大人，这是孟颖兵与辛征辉之间的来往信件。孟颖兵是长安孟氏家，也是虾人亲爱的继母孟婉一的娘家兄长。往小了说这是再寻常不过的通商信件，但往大了说这就是资敌通贼的铁证。之前还想着栽赃一个什么罪名给我的继母，现在省事了。大人，属下自作主张，派人去寻了几个善临摹的秀才。老宋啊，老宋，你这样很难不升官发财呀！能遇到大人，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那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仿造的书信内容要将治罪程度控制在孟氏一族内，不要牵连到旁的。属下明白，一定办得妥当。老宋，你说我那生了2个孩子的继母，也还算是风韵犹存吧？大人，孟婉的岁数颇大了些。想哪儿去了？我是打算把她弄去教坊司接客。